很多朋友都喜欢拍打经络，但经络并不是随便就可以拍打的，必须要有技巧。今天给大家一次性讲清楚，每条经络应该怎么拍，什么时间段该拍打哪条经络，哪些经络是适合自己拍的。大家先点赞收藏起来，方便以后跟着拍。早上5点到7点，大肠经会奋力工作，排出浊物，所以身体健康的朋友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，这时最好拍打大肠经。我喜欢用经络拍来疏通，因为这样更省力，更有弹性，它能把力度渗透到骨肉里面去。拍一次顶你用手3次。想要的朋友请点击视频下方。大肠经在手臂外侧偏中间的位置，我们沿着大肠经行进的路线从下往上拍，再回来，左右2条手臂各拍打10分钟，通过震荡来唤醒大肠经的排毒功能，排泄正常了，垃圾毒素就不会堆积在身体里。早上7点到9点吃早餐的时间是胃经精气最旺盛的时候，我们来拍打胃经。胃经在腿的外侧前缘，我们手持2个经络拍，沿着胃经的行进路线从上往下拍，反复的拍打10分钟，帮助脾胃充分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物质，让你精力满满的开始一天的工作生活。上午9点到11点，脾经精气最旺，这时可以拍打脾经。我们这样坐着，就能把脾经展露出来。脾经在我们小腿是在内侧偏正中的位置，到了大腿这里是在内侧偏外缘的位置。我们手持2个经络拍，从脚踝开始往上拍打，一直拍打到大腿根部，然后再回来，也是拍打10分钟。我们都知道脾是气血生化之源，拍打脾经促进气血循环流动，能常见脾胃。湿气重、脾胃虚弱的人要经常疏通。中午11点到13点拍打心经，午时是心经当令，阳气最盛，这时最好小睡片刻，养心神。如果没有办法午休或者睡不着的朋友，可以拍打心经，让你整个下午都精神饱满。心经在我们手臂内侧的后缘这里，我们沿着心经的行进路线从上往下拍，好，然后又回来，左右2条手臂各拍打10分钟。下午1点到3点，小肠经当令，我们拍打小肠经。小肠经在手臂外侧后缘，我们沿着小肠经的行进路线从下往上拍，左右2条手臂各拍10分钟，帮助小肠吸收午餐时摄入的能量，让气血的生化更充足。上午3点到5点，膀胱经最活跃，此时拍打膀胱经。我们疏通背部的膀胱经，脊柱就是我们的督脉，背部的膀胱经就在督脉的2侧。我们手持2个经络拍，从上往下拍打督脉的2侧膀胱经。就这样反复拍打10分钟。膀胱经被称为人体1大排污口，通过拍打可以助力膀胱经驱赶身体的风寒邪气，清扫5脏6腑的湿浊之气，
下午的5点到7点，肾经当令，我们拍打肾经。肾经在大腿内侧后缘，我们从下往上拍打，手持2个经络拍，从下往上拍到臀部，腰再回来，反复拍打10分钟。这个时间段是肾进入储藏精华的阶段，很需要肾经送气血来濡养。我们拍打这里，可以激活肾经气血，从而起到养护肾脏、强身健体的作用。平时腰背酸痛、腿脚无力，晚上经常起夜的朋友要经常拍。晚上7点到9点，心包经精气最旺，这时拍打心包经。心包经在手臂内侧中线，我们从上往下拍，拍到手腕，左右2条手臂各拍打10分钟，可以很好的养护我们的心脏。平时心悸、心慌、失眠、心烦的朋友可以多拍。晚上9点到11点，拍打三焦经。三焦经在手臂外侧前缘，每天晚上睡觉前，从手腕开始，一直往上拍打到肩膀处。左右手的三焦经各拍打10分钟。三焦经是元气和水液的通道，很多大肚子、肥胖的人都是中焦淤堵所致，要多拍打。晚上的11点到凌晨5点是胆经、肝经、肺经值班的时间，这个时候要以睡眠为主，睡好觉比拍打经络更重要。如果要拍打，我们最好在早上拍打胆经和肺经，晚上拍打肝经。拍打胆经，我们就拍打大腿这一段就可以了。胆经的路线就是在大腿外侧偏中间的位置。我们手持经络拍，从臀部开始往膝盖方向拍打，然后再回来，就这样反复拍打。左右2侧的胆经各拍打10分钟。我们现代人吹的空调多，喝的冷饮多，身体的风寒湿浊太多了，一定要多疏通胆经。早上拍打肺经。肺经就在我们手臂内侧前缘，可以在早上，我们从上往下拍打，再回来，左右手的肺经各拍打10分钟。总是3点到5点早醒的，肺气不足的朋友要多疏通肺经。晚上拍打肝经，我们这样坐着，2脚心相对。肝经就在我们大腿内侧偏中间的位置，我们手持2个经络拍，逆着肝经的走向拍打，从大腿根部往脚踝方向拍打，然后回来，就这样反复的拍打10分钟。入睡困难的朋友，经常爱发脾气、爱发火的女性，一定要坚持疏通肝经。喜欢养生的朋友，建议多准备1对这样的经络拍，它和市面上那些是不一样的，每一个都是手工缝制，还加入了特制的材料包，全身都能疏通得到，腰腿、后背全身都能用。好，12条经络的疏通方法全讲完了。其实我们没必要每天把12条经络都拍一遍，因为每条经络主管的功能各有不同。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，选择自己最需要的经络来疏通，每天拍打2到3条就可以了。大家还有不懂的地方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一一给大家解答。有眼睛老花、眼睛模糊的朋友，一定要跟着我做完这个动作。今天教大家一个道家的护眼大法——柳圈鱼。这个方法你很少能看得到。是一个道家的方法，你每天只要花几分钟时间练100下，1个星期后
你能感受到它给眼睛带来的反应。好，马上开始教大家动作。大家先点赞收藏，以免想找的时候找不到了。大家看好，我们的眉毛上藏着3个对眼睛很重要的点位，分别是颧足、中间的鱼腰、外侧的丝竹空。我们的眉毛是不是像鱼一样，鱼头、鱼腰、鱼尾巴？上面我们就开始圈这条鱼，柳圈鱼。我准备一把紫檀木经络梳，材质很好，做工很精美。没有的朋友可以马上点击视频下方的橱窗，为自己准备一把。我们用经络梳圆润的一头，要放在内侧，要轻轻的往外侧刮，就这样刮眉毛，一下一下的刮。刮眉毛不需要用很大的力，轻刮就可以了。就这样一下一下，心里默数，1、2、3、4、5，心里默数100下。为什么要用到它？用它自然就更到位、更舒服。用手的话，一是怕细菌太多，容易到眼里；二是没有那么舒服。如果刮得不舒服，那就担心大家不能坚持。建议大家最好用这个梳子来刮，因为木是入肝经的。我们用木的梳子刮，那就对应五行了。另外，肝开窍于目，其经脉目系上至额，与督脉会于颠。这个颠指的就是我们头顶。大家想要眼睛好的，最好连整个头上的经络一起梳了。就是用这把梳子，我以前教过大家，我再给大家演示一次。我们先梳中间的督脉，从前往后梳，梳到后脑勺，就这样一下一下，力度适中的梳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太大力。心里默数100下。梳完了中间的督脉，我们再梳督脉两旁的膀胱经。咱们用一对梳子，也是从前往后梳，力度适中的梳100下。梳完了膀胱经，我们再梳靠近两耳两侧的胆经，从前往后梳，也是梳100下。在梳的过程中，有些人感觉有比较痛的点，或者有结节的，这些都是淤堵导致的。我们坚持梳就能把它们都疏通开。好，大家就这样做，那就顺一次，把头上的5条经络，还有眼睛上面的2条鱼一次疏通了，马上就能感觉到眼睛里面会有些变化的，没那么干了，看东西也清楚了一些了。可以早晚各做一次。朋友们，这把檀木梳子可以为自己准备一对，也可以为自己的父母准备一对。我们是精美的包装礼盒，还送1瓶精油，一打开就是满满的艾草精香。如果还有不会的朋友，我再给大家示范一遍。先梳眼睛上的2条鱼，好，轻梳，不要太大力，就这样一下一下，心里默数100下。然后我们再梳头上的5经，先梳中间的督脉，从前往后，力度适中的梳。好，梳完100下中间的督脉，咱们再梳督脉两旁的膀胱经，从前往后梳，心里默数100下。梳完膀胱经，我们再梳靠近2侧耳朵的
胆经从前往后梳，心里默数100下。做完之后，你会感觉到整个头皮是均匀发热的，那就说明你做到位了。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疏通我们头目，提升眼睛周围的气和红色液体的运行。视线模糊、老花眼、用眼过度，总感觉眼前有蚊子飞过的朋友，一定要做。揉腹很好，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，做一次就顶揉腹10次。对，这个方法就是推腹。注意，不是用手来推，而是用这个工具来推。这是一个扁灸罐，它更省力，渗透力很强。更重要的是，能一边灸一边推，一边疏通，一边让艾草独特的红外线波进入身体。想要这个扁灸罐工具的朋友，点击视频下方，下面马上给大家演示操作的方法。我们要推的是整个腹部，先了解一下我们要推的路线。我们腹中间中线就是任脉，然后距离任脉左右往外2寸就是胃经的循行路线，再往外2寸就是脾经的循行路线。我们先找到心窝，我们从心窝这里开始往下面推。我刚才已经点燃了艾柱，把隔灰网盖好，就可以用了。温温的，也不烫。我们用罐子的边缘压住皮肤，沿着腹部正中线任脉一直往下，下移至指骨的结合部位。我是隔着衣服向大家示范，大家在推的时候是贴着皮肤来推。在推之前可以涂点精油，这样我们推起来会比较顺滑。这样从上往下推到指骨结合部，那就是1次，然后就这样反复的推20次。中间的任脉，然后我们再推左侧的胃经，也就是距离任脉2寸的位置，大概3横指。好，推方法也是一样的，稍稍用力的往下推，一下一下的慢慢推。在推的过程中，要保持力度适中，并且把刮灸的渗透力给刮灸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推荐大家用罐子来做，只有用这个罐子才能发挥刮灸的这种渗透力。我们用手是做不到这种力度的，用罐子就能很好的渗透到里面。好，推完左边的胃经，我们再推右边的，方法都是一样，从上往下推。左右的胃经循行路线各推20下，推完左右的胃经，我们再推脾经，距离胃经外2寸，方法是一样的，从上往下推。推的时候，如果发现自己的肚子有气团，有特别硬的点，或者是痛点，这说明这个地方堵住了，需要重点去疏通一下。有这些情况的，一定要疏通开了。左边的脾经推20下，我们再换到右边。很多人推的时候会打嗝排气，甚至想上大号，这都是好的现象，是在排身体的浊水浊物，浊气了，不用担心。因为我经常推，每次推完我都感觉到整个肚子是暖暖的，整个腹部非常舒服，身体的热量从前传到后背。如果是腹部这里总是感觉冷的，或者这里有硬的朋友，特别是女性朋友，今天的方法一定要学会，而且要坚持去做。健康的身体是要我们去养护的，要不等到真正不舒服了才开始想起来做，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。推腹
对女性的好处多到数不清。对男士而言，比较烦恼的前列腺这里的问题，推腹也有很好的帮助。有不少这样的朋友，总是感觉很累，浑身不舒服，但是也说不上具体哪里不舒服。如果你也是这样，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完，跟着我解开身上的8把锁。第一把锁，青龙锁，在我们肩膀这里，左右都有一把。这2把锁是负责我们上半身红色那些液体的开关。脖子僵硬、颈椎问题、头脑昏昏沉沉的，首先是要把这里打开。提前准备2个经络拍，如果家里没有的，请点击视频下方。我们现在开始拍打肩膀，放在大概肩颈的位置，然后力度适中的一下一下的拍打。注意要利用经络拍的弹性，把这种弹力拍出来。拍几分钟之后，感觉一股热量往上面涌来。平时像扛着铁肩的人，突然变得轻松了。大家可以随时随地拍，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，或者在散步的时候，都可以拍一拍。接下来马上开始第2把锁，在肚脐下方1寸，左右盘开大概3个手指，找到大概的位置就行，左右各一个，这里就是子经所。子经所堵塞了，就会肚子大、游泳圈多、臀部粗。好，我们也是用它来拍，放在子经所的位置，不要一上来就重拍，一定要轻拍。这个经络拍里面我加入了艾草、黄柏等材料，你一拿出拍子就能闻到淡淡的艾草味道，很清香。家有3年艾，郎中不用来，里面是3年的艾草。我们一边拍打，艾草和其他草本的精华都会往外扩散。身体的下坡路往往是从肚子变大开始的。拍打的时候，有些人能明显感受得到这里的肉在震动、颤抖，还能听见肚子里有水流的声音，这是非常好，说明这个锁被你打开了。继续坚持拍就行，拍打5到10分钟。第3把锁叫返魂锁，它们就在我们2个腋窝处，左右各一个，也是用经络拍来拍。咱们把腋窝展露出来，然后用经络拍的头部对准腋窝的位置，力度适中的拍打。好，就这样拍打，你会感觉非常的舒服。很多女性朋友平时一点就着火，怒火从心中生出来的，但是理智又告诉你不能发出去，这时候压抑的怒气都藏在你的腋窝这里了，所以总爱发脾气，这里总是闷闷的。多拍这把锁就非常对了。女性朋友一定要多疏通这里，左右的腋窝各拍打5到10分钟。第4把锁白虎锁，就是大腿的根部腹股沟这里，脾经、胃经都经过这里。你自己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位置是不是容易发黑，因为垃圾毒素都藏在这里，它能不发黑吗？我们也是用经络拍来拍打，能拍得更到位，比你自己用手拍打好3倍。拍这个位置一上来不要重拍，要轻拍，就这样坚持拍打5到10分钟。以上就是打开身体8把锁的方法，大家有空的时候每天拍打1次，拍打完之后会微微发汗，经络也会畅通，寒湿呢也会被驱逐出去。有很多人一到夏季就睡不好，主要是天气炎热，
容易带动我们体内的心火呼呼的往上冒，心火下不去，肾水又上不来，人会感觉心情烦躁，心神不安，怎么都睡不着，这就是典型的心肾不交了。我们人体有2个部位，一旦把它们上下打通了，上可以泻心火，下可以调动肾水上行，2处合用，沟通心肾，祝你都有好睡眠。第一个部位就是我们的劳宫穴。劳宫穴我们这样讲，双手微握拳，中指所指的位置就是劳宫穴的所在。我们在刺激劳宫穴的时候，手掌摊平，另一只手的拇指指腹放在劳宫穴上，指尖上下用力掐按，力道以掌心产生酸痛发胀为效果最佳。要放松，再重复，要放松，再重复。可以先掐住3秒，要再放松1-2秒，反复的掐。掐按5分钟，做完一边手，我们再做另外一边手。长期坚持可以让漂浮于我们头面的心火下降，达到宁心安神、改善睡眠的作用。第2个部位就是涌泉穴。涌泉穴在我们脚板，这里是有个人字纹的，在它的中点就是涌泉的区域了。我们找到一个大概的区域，然后我们用拇指稍稍用力的按住涌泉区，然后再旋转点揉，稍稍用力按5分钟。涌泉穴是肾经的原穴，对肾很好，一旦把它打通，它就会像泉水一样涌出生命力，从脚补到头。如果涌泉穴按起来没有弹性，像按在棉花上软绵绵的，说明肾气不足了。那么我们除了按揉，还要加上刮灸。我们准备一个这样的扁灸罐，刚才我已经点燃了艾柱，现在盖上盖子就可以刮灸了。用这个罐子的好处就是既能刮又能灸，疏通作用事半功倍。想要这个罐子的朋友，请点击视频下方。左右脚的涌泉都点揉完，我们再来刮灸。拿着罐子对着涌泉的区域一下一下的刮灸，刮着刮着，你就会感觉到脚底温温的，非常舒服。还有一股热流由涌泉穴向四周蔓延，延伸到腿部甚至全身，可以促使肾水上升，浇灭上炎的心火，这样心肾沟通，身体自然睡得安稳。左右脚的涌泉各刮灸10分钟。另外，有上热下寒的人也不妨多刮灸涌泉，平衡寒热。还有的人特别容易上火，吃点辛辣的，立即口舌生疮。还有平时喜欢艾灸的，但艾灸后动不动就上火的，这些都可以通过刮灸涌泉穴而达到引火归元的作用。无论是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，还是平常工作累了或者思虑多了，都可以刺激一下这2个部位，帮助我们的心神回归，充沛精力，让身心真正得到休息。刚经历了炎热潮湿的夏季，
很多人都被湿气缠身，身体哪都不舒服，整个人很虚弱。睡了一个晚上，起床后仍然觉得很累，头很重，大便时感觉很黏，黏在马桶上，冲不干净，头发油腻，皮肤暗沉，舌体两边有齿痕，身体虚胖，怎么减都减不下来。出现这些情况怎么办呢？我们要学会一套蝴蝶坐，打通脾经，让你的湿气跑光光。长期坚持，气色和身体状态都会越来越好。第一步，蝴蝶式抖腿。我们坐在床上或垫子上，双腿弯曲，两脚心相对，脚跟往回收，尽量靠近会阴部。两手捉住脚尖，脊背挺直，两腿像蝴蝶翅膀一样上下有节奏的扇动，保持这个姿势抖动3到5分钟。这个动作能很好的拉伸到大腿内侧的脾经，促进血液流入盘骨和腹部，滋养全身，让我们精气神越来越足，特别适合久坐的人。第二步，双手轻轻握住双脚，上身往前倾，上半身尽量往下压，保持这个动作5秒。有些腰不好的朋友要量力而为，放慢速度，不要过度追求贴近地面。好，回来，重复做5次，可以很好的拉伸到身体两侧的脾胃经络，畅通气血，濡养脾胃。第3步，拍打小腿和大腿内侧的脾经，用空心拳按着脾经的循行路线，从脚尖开始往上拍，一直拍到腹股沟，反复拍5分钟。在拍打的过程中，遇到有疼痛的地方，要重点的拍打疏通，不通则痛，把它拍到不痛了，就畅通了。脾经一通，多余的水湿就会顺畅的排出去。其实很多人的脾胃在夏季已经被伤害到了。脾是喜燥恶湿的，夏季潮湿闷热，加上很多人有吹空调、喝冷饮、吃生冷水果、蔬菜的习惯，这对脾胃的伤害非常大。我们要及时把它养回来。我自己用的方法是南怀瑾大师一直给大家推荐的贴肚脐贴。大家去菜市场买7粒花椒、1颗桂圆肉、少量艾绒，把它们放在一起，完全捣碎，搓成一粒一粒花生大小的小丸子。每天晚上睡觉时，取1粒放在你的肚脐上，贴上胶布。早上起床摘掉就可以了。最好双脚的涌泉也各贴1个。动手能力差的朋友可以直接用我这款成品，我已经用了3年了，一瓶里面有30粒，还配有30个专用贴。想要的朋友可以点击视频下方。如果你是寒湿的体质，精神疲乏、犯困、痰多，经常腹泻、上热下寒，那不妨就像我这样，坚持从肚脐来暖脾胃、去寒湿。身体没有湿气，怎么吃都吃不胖，全身轻松。你是不是这样？头晕头痛，记忆减退，脖子僵硬，站起来头昏眼花，
这可能是脑供血不足的信号了。如果你也是这样，不要划走，花2分钟时间，我教大家一个道家的经典动作拿五斤，做完之后立马就头脑轻松了。40岁的朋友都要学一学，提前准备一对紫檀木梳。为什么用紫檀木的梳子？因为它可以通五经，这是其他木头或者我们手指无法替代的。想要的朋友请点击视频下方。第一步，先疏通我们头顶正中线这条督脉。督脉是人体阳气的总开关，负责全身的阳气汇总。一旦督脉堵，轻则睡不好，记不住事，重则身体怕凉，后背怕冷，酸累没劲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疏通。我们手持紫檀木梳，然后就从前往后梳头顶的正中线，一下一下子，不用着急。心里默数1、2、3、4、5，就这样默数100下。我们这样疏通督脉，让头脑注入清阳之气。第二步，疏通督脉两旁的膀胱经。手持2个梳子，梳正中线两旁的膀胱经，也是从前往后梳。好，力度适中就可以了。好，就这样一下一下的，心里默数100下。很多人梳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梳子下满满的油脂，这些都是我们身体排出来的垃圾，都是一些脏东西。还有些人梳了几天之后，头皮上开始长疙瘩，正常的，这是身体的垃圾在找出路。其实我们的头皮比你的脚还要脏，这些脏东西塞住了我们的经络，能不难受吗？供血供氧能正常吗？有些朋友督脉堵塞得很严重的，这类朋友不妨多疏通几分钟，你能感受到这个气血往上升，浑身都充满劲。第三步，疏通胆经。胆经它在我们2条膀胱经再往外，靠近耳朵的2侧。我们也是从前往后梳，心里默数100下。一直梳到胆经部位有微微的发热。好，以上就是道家经典拿五经。做完之后，大脑清醒，整个人都会很清醒，肩膀、脖子这里也很轻松了，头脑的气血也充足了。大家要记住一点，头是诸阳之会，身体的总开关就在我们头上，所以头上的经络是不能堵塞的。拿五经就是疏通头部的经典动作，女的35岁之后，男的40以后，每天至少做1次，或者1周梳3到4次，一边做一边感受它的神奇。只要你坚持一段时间，习惯后你会发现头发不掉那么多了，白色的也少了，睡觉也会安稳起来。今天教大家通三关，通哪3关呢？它就是我们后背督脉上的3关。督脉为阳脉之海，它是否畅通，对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。打舌要打7寸，我们只要疏通它上面3个重要的关卡就行，分别是尾闾关、杂技关、玉枕关。第一关，尾闾关。尾闾关就是我们
尾骨的这个区域，这里最容易形成瘀滞，所以要先疏通这里。我们双手合十，要用食指的那一个区域对着尾骨，然后上下搓揉，可以心里默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就这样上下搓揉100下，很快这里就会暖暖的、热热的，很舒服。有些人一通尾闾关，感觉整个后背都热起来了，这就非常好，表明你的督脉还是比较通畅的。第二关是夹际关，它就在我们后背2个肩胛骨的中间区域，这里就是夹际关。我们自然站立，全身放松，双手在后背握扣，交叉握拳，然后慢慢的抬起，一直抬到极限，自然带动肩胛骨相互挤压，然后保持5秒。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往下放松，再重复，保持5秒，放松，就这样反复坚持做10到20次。这样就可以很好的通过挤压疏通到夹际关。我们经常在公园里看到一些上年纪的老大爷拿后背往大树上撞，这为什么呢？其实也是在疏通夹际关。夹际关不通，就会后背僵硬，怕冷、怕凉，还很难受。我们这样做就更简单的、更安全的疏通到夹际关。第3个玉枕关，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枕头的位置。它是3关中的上关，真气通过夹际关后，下一个重要的部位就是玉枕关。在后3关中，玉枕关是最难通过的部位，要多疏通。我们用手指放在后正中线，然后上下进行波动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就这样，心里默数100下。如果一边手做累了，咱们就换另外一边手，坚持波动100下以上。好，以上就是通3关的方法。我们疏通这3关，不是单单疏通了这3个地方，而是把整个督脉都疏通了，而整个后背都是非常畅通的一种状态。督脉是人体的阳脉之海，有助于阳气充足、神清气爽。做这个动作不是说一定要等到你的督脉已经堵塞了，腰背已经开始不舒服了才开始做。上了年纪的朋友，40岁以上的朋友，建议都要做一做。肝和胆都很重要，所以建议想养好肝、养好胆的朋友，
肝胆这2条通道必须要让它们保持畅通的。早上拍胆经，晚上敲肝经，就能轻松的疏通它们。下面我教大家做：早上6、7点起床后，先敲胆经。胆经就在我们大腿的外侧面，其实我们就疏通这一段就可以了。从臀部到膝盖的外面，找到这个胆经的循行段之后，我们用拍子来疏通。如果你知道长拍对身体的好，那你一定要准备这样的拍子。它拍一次就能顶你用手3次，因为用它能渗透到身体里面，渗透到肉里面去。很多人用手拍打，就这样子拍打，只是打到皮，却不打到肉，所以说渗透力上不来，作用就没有这么明显。想要的朋友点击视频下方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疏通胆经，从臀部一下一下的往膝盖方向敲打，然后再回来，就这样反复的敲。早上多拍胆经，能生发人体少阳之气。现在我们现代人吹空调多，喝的冷饮多，身体的风寒积累得太多了，大家一定要多疏通胆经。疏通的时间5到10分钟。当我们2腿的胆经都疏通完了，我们还要侧重疏通一下风市。风市特别好找，我们站立，双手自然下垂，中指指尖所指的位置就是风市，这里就是了。找到后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敲打。我们左右的风市一起来，一下一下的拍打，力度适中。如果你受力，可以慢慢加力，一定要利用经络拍的弹性，把力量渗透进去。心里默数，拍打100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就这样默数100下。有人说风市是风邪的市场，这只是说对了一半。在人体的风市上，各种风都会聚集到这里，形成一个市场。除了风邪，还有很多对人体有益的。如果用得好，健康也会随风而至。这是我们早上要疏通敲打胆经的路线。如果身体本来就比较弱，或者晚上本来就睡不好的朋友，不要在晚上敲胆经，一定要在早上疏通。晚上我们应该疏通的是肝经。肝经位于我们大腿内侧面，大家像我这样坐着，2脚心相对，整个内侧面就展露出来了。然后我们用拍子从大腿的根部一直往下拍到脚踝，然后又回来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拍打，从大腿根部有节奏的一下一下拍到脚踝，然后回来。肝经不通的人可能会在拍打的过程当中发现有疼痛点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着重的拍打那些感觉比较明显的区域，这些都是淤堵点。我们反复的拍打5到10分钟，用拍子拍打是真的非常舒服。
你不会有硬物撞击的感觉。拍打完干净之后，你会感觉非常放松、舒适，感到微微发热是正常的。早敲打精，身体好；晚敲干精，睡眠好。一天可以做1到2次，坚持做，身体会越来越好。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，你是35岁的朋友，不要划走，一定要学会疏通自己的小腿。有很多这样的朋友，特别是女性朋友，即使现在是炎热的夏天，用手摸一下自己腰以下的这些部位，臀部或者小腿这些位置，不是温热的，而是感觉一股寒气，特别是小腿这里，不但凉，甚至还会胀胀的。今天我要告诉大家，小腿这里可能藏着一身的阴邪，像一些寒啊、湿啊、瘀啊，它们特别喜欢沉积在小腿这里。因为身体的这些小寒、小湿、小毒，它本身具有沉重、趋下的特性，容易往下沉积。另外，平时我们很多人都是坐着时间比较多，长时间不动也很难促进循环，所以如果不经常疏通小腿，阴邪在小腿这里安营扎寨，天长日久，小腿就成了一身阴邪的大本营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疏通小腿。小腿经络不通的人非常多，一些人身体有大问题的人，他们的小腿经络肯定是堵塞的，腿是凉凉的或者胀胀的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疏通小腿，让自己的小腿经络畅通呢？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疏通小腿的方法。如果35岁以上了，一定要学会把自己的小腿疏通了。准备一个这样的扁灸罐，现在里面已经点燃了艾柱，一定要把网盖好，温温的。有这个罐子的好处就是可以一边刮一边灸。喜欢这个罐子的朋友，点击视频下方落穴养生。好，然后这里有进去的窗口，点击进去就可以找到了。下面我们开始刮腿，我们先刮正面，从这里开始往下刮。好，拿着罐子从上往下刮，就这样一下一下的刮下去。每次刮个2-3分钟，然后我们再刮腿部的外侧面，这里有个凸起的，然后就一直从这里开始，一直往下刮到外踝尖。好，从这里开始往下刮，刮之前可以涂点艾草精油，这样刮起来就比较的顺滑。现在温温的，非常舒服。好，就这样刮个2-3分钟，然后我们再刮小腿的内侧面。我们从这里开始往下刮到内踝。好，从这里开始往下刮，温温的，非常舒服。这就是温经通络。刮2-3分钟，然后我们再刮小腿的后面，也是从上往下刮，刮到脚跟，一下一下的感受到温经通络的那种舒适。就这样反复刮，反复刮就行，不用刻意找点位。坚持疏通10分钟左右，
疏通到整条小腿，有温温的发热的感觉。疏通完左边，再疏通右边，方法也是一样的。如果小腿很硬的，有明显的痛点，或者一按一个坑的，一定要坚持多疏通，把小腿疏通到不疼有弹性了，小腿的经络就畅通了。我们身上有一条经络，女性一定要多疏通。是的，它就是肝经。肝主疏泄，喜调达，调达就是畅达的意思，通达的意思。如果肝经淤堵了，就容易长斑、眼干、郁闷、脾气大、没胃口、凌晨1到3点早醒等等。所以女性记得要多疏通。下面我教大家具体的疏通方法。我喜欢用这个经络拍来做，大家都知道常拍对身体的好，拍一次就顶你用手3次，因为用它能渗透到身体里面的骨肉之间。很多人用手拍打，其实也只是打到皮，这个力一直停留在表面，渗透不进去，所以疏通的作用是没有这么明显的。好，我们先找一下肝经。我们先了解一下肝经大概的路线。其实它是起于我们脚下主拇指外侧大敦穴，然后就一直往上走，走小腿的内侧，要经大腿内侧面，也就是偏中间的位置，一直往上走。好，走到上面了，然后就在这里有个弯曲，就到章门。到了章门之后，又回到正面来，到达我们胸上面的奇门。所以呢，它是比较长的，我们要捉住重点的部位来疏通就行。我们疏通把它分为2段，第一段就是从奇门开始，也就是我们肋骨的正面，不需要刻意的找点位，因为我们用的是拍打的方法，一拍就一大遍。那么大概的位置是这样，从奇门开始拍打，然后我们来个弯曲到两肋的侧面，也就是章门的区域，然后我们再回到腹股沟这里。好，这就是第一段。好，怎么开始？手持2个经络拍，从奇门的区域开始，力度适中的拍打，不要一上来就用重拍，我们先轻后重，慢慢的加力，然后就到章门的区域，就是两肋的侧面。接着我们再回到腹股沟的位置。好，然后我们再重来，就是这条路线。再重复，反复的拍打5分钟，然后我们再进入拍打肝经的第2段。第2段就是肝经在我们大腿内侧的循行段。我们拍打从大腿的根部开始，沿着大腿内侧中间段，也就是偏中间的位置，一直往下拍打到踝关节。手持2个经络拍，力度适中，慢慢的加力，再回来，再回来，就这样反复的拍打。在拍打的过程当中，大家手腕一定要放松，充分利用经络拍的弹性，疏通起来更舒服、更方便。
好，就这样疏通5分钟。我们这个拍子的头部呢，还加入了特制的材料包，里面有奇艾、黄柏、没药等8种材料，这样我们疏通起来会更有帮助。女子以肝为先天，所以广大的女性同胞，肝经一定要学会疏通起来。很多女性容易长各种东西，脸上长斑斑点点的，和这条路线不通有很大的关系。不想这样的朋友，赶紧疏通起来。